民调里点一下支持介入只需要几秒钟，真把基地、军队和补给线放进台海战局，代价却可能要韩国很多年来还。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气势汹汹的 64.5%， 拆开以后，多数人想的并不是上前线，而是躲在后方帮美国。嘴上选的是战队，现实送来的却可能是一整张战争账单。这项调查问的是，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时，韩国是否应与美国合作？结果中 42% 的人赞成留在后方支援美军，真正支持参加军事行动的是有 22.5%。 也就是说 64.5% 看着向全社会喊着往前冲，实际上多数人只是想站在场边递水送弹，最好自己别被卷进去。算盘不难懂，美国是盟友，表态不能太软，中国又是重要贸易伙伴，真打起来又怕砸了饭碗。于是后方支援成一个听上去既勇敢又安全的选项。可战争不是综艺节目，没有只负责打光不承担风险的工作人员。基地开放、补给启动、情报共享，韩国就不再是看客。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人愿意支持介入，却默认炮火会懂分寸，账单会绕过自己。韩国若真参与台海冲突，首先被掀翻的未必是前线，而可能是自家工厂。韩国半导体、电池和制造业与中国市场、原料和供应链深度相连。资料显示，韩国多种电池和半导体关键材料对华依赖极高，部分品类超过 90%。 平时这些数字藏在报表里，真出事时就会长出牙齿。原料晚到，生产线可能停，港口受阻，订单可能飞，市场一收紧，裁员，股价和家庭收入都会跟着受伤。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谈战略，韩国却得在家门口接风险。更别忘了，朝鲜半岛本来就不是安静的后院。驻韩美军若被用于台海，韩国等于把自己从半岛防务前线又推向中美对抗前线。嘴上可以说只是支援对手，却不会替你分得那么体贴。你以为只递了一把扳手，对方看到的却是一整间军工车间。一项民调不能代表所有韩国人，更不能说明韩国已经决定参战，但它暴露了一种危险心态，把介入当作立场，把后果交给以后，把同盟义务说得具体，把中国反制和本土风险想得模糊。问要不要帮美国，很多人会点头，可若换成愿不愿意让港口停摆、工厂断料、年轻人上战场，首尔承受反制风险答案恐怕不会这么整齐。战争议题一旦被包装成简单选项，人们就容易只看见姿态，看不见代价。台海不是韩国政客刷存在感的舞台，也不是民调里随手勾选的一道题。问卷可以把支援和参战分成两栏，现实却不会这么客气。等基地灯亮起来，补给车开出去，工厂开始停转时，韩国人才会发现，当初勾下的只是一个选项，真正寄到家门口的却是一张没有折扣的战争账单。韩国总统李在明在4号宣布，因为高温天气持续，韩国正式进入到了国家灾难状态。他表示，自5月份以来，全国已经报告了近2000例的高温相关的疾病，有16人死亡。李在明并强调，面对极端气候的常态化，政府必须要从根本上革新灾害应对体系，提升高温的风险意识，以保障国民生命安全。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主持内阁会议，就席卷全国的严峻高温热浪发表讲话。他指出，韩国多地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南部部分地区更连续多日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酷热天气给民众生活带来困难。 극심한 폭염으로 5월부터 지금까지 발생한 온열 환자가 2,000명에 가깝고 사망자도 16명에 이르는 등 상황이 매우 위중합니다. 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敦促政府有关部门更好保障户外作业人员等易受高温影响群体的工作安全，进一步提高高温风险意识。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气象厅4号上午11时起对首尔东南和西南区域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今年6月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升级以来，首尔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自2号以来，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受高温天气影响，韩国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心跳骤停，甚至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韩国罕见高温致19死2221人中暑，凉山42.5摄氏度破122年纪录。李在明宣布国家灾难状态，韩国各地方政府已进入应急状态，启动防暑降温及灾害应对措施。公共工程高温时段暂停户外施工作业，部分居民被安置到政府提供的配备空调的临时住所。这场高温灾难的特殊性在于3重叠加：一破122年纪录的极端温度；2首尔等大城市首次进入最高级别警报；3恰逢韩国政局过渡期，政府应对能力面临考验。李在明将高温定义为国家灾难状态，意味着可能启动跨部门的灾难援助机制，但根本挑战在于韩国灾害应对体系是围绕暴雨、台风、地震设计的，对慢性杀手型高温的响应机制仍存在盲区。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行的朋友们注意了，韩国今年4月16号开始呢，把电费的规则悄悄给调整了。如果咱们不懂这个，还是按以前的习惯来用电，那你每个月很可能都在白白多花钱，甚至还会多交电费。是吗？那今天花花来具体分享给大家，用电这方面都调了什么，怎么用电才能省钱呢？记不住的朋友们建议先点赞收藏，以免到时候找不到。估计很多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次呢不是简单的涨价，而是换了一种收费方式。它关键在于不是你用了多少，而是你什么时候用。这次呢最关键的一句话，白天用电更便宜，晚上用电更贵。用电最便宜的时间段，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那相反，用电最贵的时间段，晚上6点到9点。所以像洗衣机、烘干机、扫地机、电饭煲等，尽量全部放在白天中午时间段使用，那电费就更便宜了。还有，如果你是电动车用户，春季和秋季的周末，中午11点到下午2点充电的情况，用电直接50%优惠。那具体变化的幅度呢？白天每度电最多下降为16.9韩元，晚上的高峰期上涨为5.1韩元。那为什么会这样调整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白天呢，太阳能发电多，电很充足，用不完；晚上呢，没有太阳，用电高峰，所以用电不够。政府的目的呢，就是把用电的时间转移到白天，这个对普通人的影响以后会越来越明显的。所以从现在养成用电时间的习惯，洗衣机、烘干机等尽量白天用。用电习惯以及用电时间比用多少更重要，它直接决定你会花多少钱。对，没错。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你觉得以上政策合理吗？你会不会为了省钱，把用电的时间改到白天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那下期再见，拜拜。